喵喵喵！里面就是大皇宫。好多只，好多只！来了来了来了！那扇的了，那扇。有很多这种土耳其风格的灯，正宗的土耳其烤肉卷非常香。我们下飞机就要见到姥姥了，开心吗？我想见瑶瑶呀！哎呀，爱人瑶瑶奶奶。这还有家庭给65岁以上和0到5岁小朋友的快速通道。Welcome to Istanbul。哎，再见了。这里，你们好。包庇。哎呀，好酷！好，机场外面有很多接机的人，我们这样就直接上我们 Airbnb 安排的车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，弟弟？啊，还有的，还有这个。还有沙发、厨房，有一间卧室，第2间卧室。好，看一下窗外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城中心。这边呢可以看到海，这海就是叫做马尔马拉海。孩子在楼上跟姥姥亲热呢，我们下来买点饭，买午餐吃什么呢？就先吃一吃这儿的烤肉kebab，非常特产的一种糕点啊。好，点了一张饼，看着。看啊，他们都拿盒子装一个小小的皮塔饼，大概呢价格就是在40到80里了啊，大概就2美元左右，2、3美元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啾啾的呢，干杯，啾啾！干杯！是猫城。猫城，对，伊斯坦布尔是猫城。你看到好多只猫？那我看到了一个猫在车下面，在那个白车的下面，快看。看到多少只猫？ 12。哇，那么多只吗？喵喵喵。哇，好多猫猫呀！我有什么吃的？这里的餐馆，我们吃完了以后，看到猫被投喂，这么多，这都是鸡翅。哇，这些鸡翅都给猫猫吃。我们到伊斯坦布尔啦！这座城市横跨欧亚大陆，我们现在在欧洲区老城区，然后这是在走去蓝色清真寺的路上。应该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地标，然后为什么叫蓝色呢？是因为它那些小小的碎片，就是 tile， 基本上都是蓝色或者绿色，所以就被称为蓝色清真寺。它是1609年开始建的。我们在蓝色清真寺的入口旁边，下面很多人都在净身。看，我们现在进到了清真寺的里面哟。然后我因为穿了短裙，所以呢就要被发一套这个灰色的罩着，不可以。这次的罩子还挺好看的。那蓝色清真寺的上面，中间是一个大的穹顶，然后呢周围被4个半穹顶包围着。米达，你看上面的房顶跟其他的教堂有什么区别啊？你有找到墙上有人像吗？看到呀。对啊，没有。伊斯兰教认为啊，在教堂里面礼拜的时候，人们就应该只有自己与他自己心中的神。其实所有的像都不需要画在墙上，只需要在人们自己的心里。帮爸爸选一本，你看这里有很多书，还有中文的，从伊斯兰的角度看理智与哲学，各个国家的文字，而且啊，所有的书都是免费的。我们刚从清真寺出来，突然下起了雨，用一下头巾。那我们现在进来了蓝色清真寺的内部庭院，可以在庭院里看到整个清真寺的穹顶，哇，非常的壮观。这这，你说土耳其？土耳其。你说清真寺？清真寺。
对，刚刚坐在这儿读了一下那本书啊，《理智与哲学》。那他们认为呢，有一个比喻很有趣，就是说我们的感官、我们的理智思考，就像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一样。比如说眼睛，我们无法看到墙之外的事情；同时呢，我们的理智也无法想象到、理解到我们的心中的那座墙以外的世界。周周背这么大的包呀！我们走的这个城门就是以前这里的 Sultan 出门打仗还有回来的时候走过的城门。里面就是大皇宫，过去的 Sultan 住的地方。这间皇宫呢，曾经是苏丹们的家，同时呢，他们也在这里工作，然后所有的生活起居还有他们的整个的行政职能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有大概400年的时间都是统治着整个奥斯曼帝国。然后据说是15世纪建造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拜占庭风格，然后还有一些土耳其当地的特色，还有洛可可的装饰，有各种样子的建筑风格都在这里出现了。是16世纪的服装，全部都是丝绸制作的，这是意大利丝绸与棉混合编制的。但这里是他们的文字，文字里面黑色笔写的还是他们的文字。看这边的房间的颜色，哇，还有窗帘非常的华贵。看，这就是苏丹 baby 的时候睡的小床。婴儿床。我们现在应该看到对面的就是亚洲区了吧？在这个皇宫里面有个瞭望台，风景很美。天台露台上有非常好的风景啊，然后很多人在这儿拍。大家手里举的是薯条，然后呢在等待海鸥飞过来。看啊，叔叔拿一些薯条给大家。哇，周周，这不是给你吃的，你可以举着喂海鸥。好，叔叔帮米达换了一个。哇，成功了，米达。来了，准备好。有没有海鸥啊？好的。哇，已经吃到了，好快！爸爸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！好多只就浮停在空中，然后呢，动作特别快，一下就吃掉了。快，准备好！哇！让我施幻法术，哇！哦，吃掉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 Başka? Choco moco. Neşedir ha, neşe, neşe. Şahlandırıyor, şahlandırıyor. Yeah. Thank you. Choco moco. Neşedir, neşe. Wow! Choco.米达也学会了逗弟弟，是这样吗？它非常的粘稠，所以呢，感觉就是你看倒过来它都不会滴，然后吃起来有一种非常香甜，同时呢又粘稠的口感。我们现在是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，巴扎呢就是指的这种有棚子的市场。
哇，非常漂亮的糖果店，都是土耳其的传统甜品。看土耳其式的喝土耳其红茶的壶，看土耳其人喜欢的各种茶。这里就是大巴扎的正式入口了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呢是体验土耳其本地人的生活最好的地方。有很多这种土耳其风格的灯。我们住的地方，房间里、卧室里就都是这种土耳其式的吊灯。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巴扎，也是最古老的之一。然后总共有4400多家商店，有65条纵横的街道哟。来到这儿呢，再次让我感觉到我们生活的整个的世界就像是一所巨大的主题公园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题的文化。然后呢，我们一生就像一个旅客一般，去在这个主题公园里面，去参观、去体验、去学习。这个市场里面充满了具有土耳其文化特色的产品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茶。哇，好美呀！哦，那个，米娜，叔叔给的。正宗的土耳其烤肉卷非常香。现在是在跨海湾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从旧城到新城。我们是从旧城到新城的海湾。我们现在呢，去这边的一个朋友的开的地产的公司。那伊斯坦布尔的地产也是吸引了很多外国的投资人，这边大概有2000万人居住。那这边的地产建造有一个特点就是，整个土耳其它没有特别成熟的一个融资机制，对于很多的开发商来说，所以大部分的开发商初期融资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预售，先把一些房子，比如说1/4的开发的房子，以低价的比较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，然后呢先卖给一些客户，然后呢借此来去完成一笔初始的资金，然后呢再继续盖这些，相当于是一种期房的形式。那这跟美国的大部分开发商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因为美国的开发商基本上是不通过预售的方式，而即使预售获得的钱也只能放在一个 escrow account 里面，是开发商也不能够特别容易的直接拿到。那我们去看看土耳其这边的地产市场，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。那同时呢，他们也在看有什么样的一种建立一种基金的方式，然后呢帮助开发商可以更容易的去获得资金。那对于这个基金来说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获得回报的机会，因为这边的银行利率也非常的高。那也就是说，对于基金来说，潜在的一个回报也是非常的可观。我们去聊一聊看看吧。刚刚跟本地的朋友了解了一下土耳其的地产市场。其实呢，这边在前段时间土耳其有一场地震，地震呢虽然没有影响伊斯坦布尔，但是呢，人们对新房子的需求提升了，因为新房子呢，它的建造标准更高，抗震的能力更强。也就是说呢，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，从 supply 的角度来说，其实呢是更低了。也就是说呢，因为很多的开发商他们融资的难度变高了，以及利息高，所以呢，新的房源少，而这个时候呢，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。反而是在上涨的，并且呢，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有新的房子才能满足这些需求。那么这也就是说呢，人们对新房的需求更高了，那么而房子的 supply 少，这个时候呢是一方面的一个机会。另外一个聊到的有趣的点呢，就是说，这边的人们的最低工资用美元来计算的话，相当于是450美元。但其实呢，相对于一些类似的市场，然后大概应该是在400美元左右，就他们对比了一些跟土耳其经济状况、人力成本差不多的国家，应该是在400美元左右。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呢，土耳其本地的货币里拉对于美元可能会进一步的去贬值，现在是1美元可以换26里拉，那么之后应该是会预计在30左右，1美元换30里拉，也就是里拉呢应该是继续有一定的贬值的空间。第三个点呢，就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感兴趣是这种不光是一份工作、一份投资、一些资金上的回报，而是说可以获得一种生活方式。那伊斯坦布尔呢，在过去的这么久的时间里面，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文化的
一种汇聚地吧，就是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一个碰撞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说这里的文化包容度是非常高的。比如说这里非常多的人信穆斯林，但是呢，它跟其他的这种主要的这些伊斯兰国家不一样的就是，他们叫做 soft Islam， 就是说呢，他们信伊斯兰教，但是他们限制很少。比如说，今天的一位朋友他是穆斯林，但他也喝酒，他就跟像迪拜啊或者很多地方的这种更严格的穆斯林是很不一样的。那他文化的包容性非常强，有这个穆斯林，同时呢也有人是信这种就是基督教啊，包括过去很多东正教在这个地区的影响也非常的大。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人种、不同的宗教信仰、不同的文化都在这个地区融合在一起，这个地区呢也就都包容这种不同的文化。所以这是评价一个地方它是不是有这种活力，有很强的经济活力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如果有这么多人感兴趣搬来伊斯坦布尔，那这是这些人首先他要想要生活在这儿，他们才会去来这儿找工作，然后资本就会跟着来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地方的经济有活力了，因为这个地方人们想要生活在这儿，而不是反过来，人们不是因为一个地方他先要想去投资赚钱才去生活，而是先要想生活在这儿才会做后面的事情。那如果伊斯坦布尔是一个人们都想要生活的城市，那未来的10年里面，可能这会是一个更加国际化，有更多的外国人走在街上，然后呢，当地的这个地产市场也是会更活跃的一个状态。